大家好，我阿傻，今天要来分享的流派是枪2的 COC 冰锥术。其实我兵役身上的装备是在玩枪2时做的，不过大体成型后就发现长杖的攻速实在太慢了，这套的系统不太适合，所以就跑去练兵役了。后来回来玩枪2，我又试了几种武器，最后是使用攻速快的单手剑来解决攻速的问题。这支的伤害大约是400亿，不过玩了几天，说实在的手感并不是很好。装备部分与兵役那部影片中的基本上大同小异，不过因为不像兵役可以利用追忆取得大量闪电与腐蚀抗性，因此手套我是使用战役手搭抗性，但做装时没注意到抗性种类，导致我的腐蚀抗性没有满，不然随便一个装备的后缀换一下是可以满的。武器最后是使用剑盾，单手剑的磁坠凑一凑勉强还是能拿来玩法术。右边这把手杖是淘汰掉的，原本是拿来搭迅影奔袭的，但那招完全控制不住，所以就放弃了。盾牌的话，我这是欧皇附体了，第一个就成功，而且不到300火就做成这样了。越级的攻速要在3到3.3之间，这样才可以搭配到枪2的特性。32/1理论上来说应该会比较痛，但我测了很多次，伤害都比较低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 bug。62特性选1或2伤害都差不多，不过1的投射物返回伤害会比较慢产生，而且在有障碍物时常常回不来，因此我是使用 SS2 更新后的62/2，搭配越级 COC 来触发，就可以让每发冰锥的吃到20层的 buff。追忆部分一样3银弹，搭配孤注一掷的最佳组合。可惜的是这版本遗物没有追忆效果了，使用3颗银弹填满6发子弹的时间是 0.324 秒。所以才将越级的攻速控制在3到3.3之间，遗物使用装填时间的话能压到 0.243 秒，不过价格会贵上许多，而且也要投资更多的攻速与冷却，所以效益也没有很高。遗物的话，我是直接选这2条来加3投射物数量。寒霜地面的等级不重要，是拿来给冰锥增伤用的。想要生存好一点的话，可以把秘法阵换成防护技能，其中一个增伤光环也可以换成能量壁垒。魂烛其实只需要一个冷却就好，搭配暗影术士的天赋以及冷血，就可以把 COC 的冷却压到 0.33 秒以下。不过我还是习惯用2条来降低强制启动的冷却。天赋部分与兵役的大同小异，所以快速带过。神之谱系一样，重点是内外兼修。小石板部分有一些小改变，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可以使用增加投射物数量的这2条词，其他一样参考就好。無敵2号の合成強度を選んでください。
在打到怪之前，先放一次寒霜地面，这样第一下也能必定暴击。这流派伤害虽然还不错，但说实在的，攻速3的越级跳起来手感实在不是很好。中间回去打小迷城了，打了2轮，而且都遇到很拖时间的机制，所以就减掉了。迷城虽说收益不错，但小迷城的机制很多其实都蛮拖时间的。猜错技能了，我以为他是要放锥形范围那招。我觉得打王时可能要把秘法阵换成迸法换身，不然用越级做输出常常来不及转方向躲招。